宫女私藏毒蛇，咬伤了公主。我正要将毒蛇扒皮泡酒时，弹幕突然出现。男主刚刚保护女主，咬公主的行为实在是太帅了，霸道小蛇只能自己欺负女主。这个女配怎么这么恶毒？难怪会被男主丢进蛇窟折磨3天3夜才死。我看着地上明明是人，却要装成畜生的男主，眼睛几乎冒出怒火。来人，把这条蛇给我剁成肉泥，还有这个小宫女，给我拖出去五马分尸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私藏毒蛇的云音跪在地上，满脸不忿。姑姑，小蛇不过是咬伤了公主而已，公主又没死，你为何这么残忍？我揉揉脑袋，不动声色。弹幕还在不断刷新，都怪安乐公主好吧，要不是她指使女主干活，男主才不会咬她呢。等着吧，女配死定了。男主记仇小心眼，这些欺负过女主的，后面都被他丢进蛇窟里折磨了。谁懂啊？我真的很磕这种恶犬暴君人，设为爱低头诶。从弹幕中得知事情来龙去脉后的我，不是，这些弹幕有病吧？恶毒的难道不是这条蛇吗？明明是人，还要装成是蛇，差点要了小公主的命。云音紧紧护着胸口的小蛇。姑姑，小蛇是越王殿下让我照顾的，你若是伤了小蛇，越王殿下一定不会放过你的。听到他抬出越王来威胁我，我只觉得好笑。你是说，是越王让你在宫中养一条毒蛇，然后让毒蛇咬了小公主殿下吗？他既然要拿越王来压我，那我也不会手软，直接把更大的罪名压在他们头上。你可知道，在后宫养毒蛇是何罪名？我毫不留情，字字诛心，这可是弑君，你和越王能担下这个罪名吗？云音咬破了唇瓣，整个人仿佛被抽去了所有力气。凭什么啊？这个恶毒女配怎么这么恶毒，要对男主这么赶尽杀绝的吗？只是咬一口而已，又没死，就知道威胁女主宝宝。云音执拗地护着怀中的小蛇。可是姑姑，公主殿下没有性命之忧，你不该在宫内动用私刑。我几乎要笑出声，弯下腰，掠过弹幕，死死盯着他。云音，是谁让你这么天真的？一条蛇，畜生而已。云音怀中的小蛇立马弹射出来，似乎是想要给我一口，可惜一下子就被我捏住了7寸。我垂下眼，刚好能对上小蛇猩红的眼睛，里面人性化的怨毒，让我看得心惊。果然是心狠手辣的暴君，这就记上仇了。见我毫不留情地捏着小蛇，云音急了，他求我放过小蛇。姑姑，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，就算是为了小公主积德，你也不能滥杀无辜啊！我嗤笑2声，让擅长剥蛇皮的侍卫过来处理这条蛇。那侍卫从我手上接过蛇，正准备下去时，一条弹幕飞速划过我眼前。这个蠢货女配肯定不知道吧？这个侍卫早就暗恋云音了，他等会儿就会悄悄换下小蛇还给女主，男女主又可以贴贴喽。我叫住了那个侍卫，回来，在我们面前剥蛇皮。云音疯了一样的想冲过来抢走小蛇，可惜他被粗使宫女们按着，完全动不了。那条小蛇血肉模糊，断气时眼皮都不合上，一直盯着我，仿佛是要记住我的面容，好来报仇。云音哭得声嘶力竭，我云淡风轻的让人把那条小蛇拿下去炖蛇羹。弹幕疯了，他们疯狂地叫骂着，这个恶毒女配怎么敢的啊？她竟然真的杀了男主。我没管弹幕，只是冷眼看着狼狈的云音。我想让人把云音拖下去五马分尸，我就不信了。就算是男女主，死了也就肯定活不过来了吧？可惜一旁的绿柳小声给我提了醒。姑姑，前些日子越王殿下说过，想把云音调过去。云音满眼快意地看着我，他笃定我不敢动他。我抬起手，让那些侍卫直接上去捉住云音。越王算什么东西？不过就是当今皇上收的养子而已。公主殿下乃是当今唯一子嗣，他要是出了事，你们都得株连9族。这下云音有些害怕了，弹幕也混乱起来。越王不是皇上养子吗？为什么这个女配完全不怕啊？安乐公主就是个公主而已，越王可是被过继过来的男丁，她丝毫不忌惮的吗？
我看见弹幕傻傻的发言，只觉得弹幕傻的好笑。越王说到底不过是个养子，而安乐公主可是亲女。再说了，是谁说公主就没有即位的可能性？你们还不动手，是要我亲自动手吗？我咬重了语气。侍卫们也明白了我的意思。不过，我现在可没想这么快就弄死女主了。先不杀，先打云音50大板吧。打死了就说明罪有应得，打不死就说明罪不至死。我刚想走，就想起了弹幕刚刚说的话，随手把那个据说暗恋云音的侍卫给指了出来。你明天不用来未央宫当差了，未央宫不需要一条养不熟的野狗。那个侍卫脸色刷得一白，被赶出未央宫，也就说明他的前途走到了头。不仅是他，他的家族也要因为他蒙羞。云音刚开始还很有骨气的不肯惨叫，不过才打了5下，他就受不住了。姑姑，我错了，姑姑，你就饶了我这回吧。他爬过来，试图向我求饶。可惜侍卫们刚刚看见了那个人的下场，他们完全不敢放水了，打得很卖力。很快云音就被打晕了过去。我没有丝毫情绪波动，拖醒继续打。侍卫们不敢反抗，听着我的话继续打。弹幕可是心疼坏了。没关系，还有南三呢，南三可是御医，他会帮女主报仇的，直接拖着不给小公主好好解毒，直接让小公主变成傻子。这个恶毒女配肯定想不到吧，咱们女主可是万人迷，谁都喜欢。温御医可是痴情男二，后面女主还给他生了双胞胎女儿呢。我看见弹幕，只觉得自己的额头青筋直跳。这是什么玩意儿？云音到底有几个爱慕者？正巧温御医也到了。仔细观察他的我，没有放过他眼底的心疼。我有些狐疑，往常安乐公主一直是张院判照顾的身体，今天怎么会派一个刚入宫的小太医过来？在温太医给安乐公主把脉之际，我让小宫女又去请了张院判。仔细观察着温太医的我，没有放过他脸上丝毫的表情变化，包括他看向安乐公主时眼底闪过的决绝。男二快冲啊，弄死这个欺负女主宝宝的恶毒公主！眼见他就要给公主扎针了，我直接单手按住了他，似笑非笑道：温太医，不急，等张院判过来，一同确定药方。温太医不急不躁，仿佛他才是最为公主着想的人。他威胁我：姑姑，你阻挠我为公主殿下解毒是何意？难道你是想置公主殿下于死地吗？他这话说的一点毛病也没有，可我不吃他这一套。我又不是被吓大的，当初先皇后难产而死，当今陛下伤心欲绝，完全不管安乐公主，甚至把安乐公主丢在未央宫自生自灭。前朝后宫多少双眼睛想弄死安乐公主，可年仅8岁的我不仅护着安乐公主在这个吃人的后宫中活了下来，我还让安乐公主重新获得了皇上的宠爱。所以温太医这点小伎俩未免过于稚嫩了。究竟是谁想对安乐公主下毒手？等张院判来了，自然就知晓了。很快张院判就被请了过来，他额头上都是热汗，见到我都来不及行礼，就被拉去给安乐公主诊脉了。熟知安乐公主脉案的张院判很快就重新开了一张药方，而温太医则是被我让人扣押在殿内。我将温太医开的那张药方递给了张院判看，这张药方完全不是解毒的方子啊。张院判一看脸色都变了，他说这张药方看上去表面没有什么问题，实际上和安乐公主的体质不合，喝了这药只会让公主的毒素堆积在体内，如果毒素多了，安乐公主也就变傻了。我冷笑出声，一脚踹翻了温太医，说谁让你来的？我可不相信，要不是故意设计，这种刚进宫的小太医能被派过来给安乐公主看病。温太医不肯开口，死死盯着我，直骂我：你这个毒妇，早晚会死在万人的唾骂声中。我轻笑，完全不当一回事。我曾为了活下去和野狗争食，还为了保护安乐公主，不知道杀了多少人。我眼也不眨的将一旁侍卫腰间的刀抽出，砍掉了他的一只手，说：是谁让你过来的？我可没忘记弹幕中说的那些人。
而且刚刚那条蛇里究竟是谁的灵魂？是谁能越过安乐公主，成为新皇？就在我逼问之际，殿外又来人了。本来稀稀疏疏的弹幕炸了，恶毒女配等死吧，男主要来了！太激动了，男主终于上大号了，快点搞死这个恶毒女配，为女主报仇啊！此时殿外来的人是越王和他的胞弟楚王，越王依旧一副老好人的样子。容姑姑不过是太医学术不精，何苦动这么大的气呢？他笑眯眯的，表面上是在劝我别生气，实际上是在说我心狠手辣。我轻笑一声，越王殿下，楚王殿下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今日你们并无拜帖送入未央宫的吧？我的眼神变得犀利，完全没陷入他给我设下的陷阱。不知是哪个宫女太监如此不懂事，没有通传就让你们进来了。今日宫女能不通传就让你们进来，明日刺客是不是也能直接进入未央宫？如今安乐公主还活着呢，这是将未央宫当成集市了不成？谁都能进来了。给他们开门想卖个好的小太监脸一下子就白了，吓得瑟瑟发抖，直接跪了下来，嘴里不断求饶。而越王楚王脸色也不怎么好，因为我直接毫不留情，暗骂他们是不知从哪儿来的阿猫阿狗。弹幕不满，不是，这个恶毒女配是不是管得太宽了？没通传又怎么了？是咱们越王大人深得人心好吧？其实也不能怨女配，古代制度是这样的，进入宫殿都需要通传，不然就算是乱闯宫闱了。我轻轻瞥了一眼地上的小太监，淡淡挥了挥手，来人，把这个小太监带下去杖杀。既然这么喜欢讨好越王楚王，那就干脆去死好了。我似笑非笑地盯着他们，殿下，你们若是觉得不忍，大可将这个小太监带回去。我敢保证，今天越王楚王敢把这个小太监带回去，第二天他们藐视恭维不敬长公主的流言就会传遍整个上京。恰在此时，云音也受完刑，她被侍卫们拖了进来。她一见越王两人，眼睛都亮了。女主宝宝真的是吃苦了，男主快搞死那个欺负女主宝宝的恶毒女配啊！我瞥了弹幕一眼，先发制人，问越王，听说殿下很喜欢这个名为云音的宫女，据说她是奉殿下的命，在宫里养了条蛇。越王似乎是察觉到了我语气中的不对劲，他有些迟疑道，正是，我今日前来就是为了向殿下讨要这个宫女。就在这时，张院判走了出来，汇报了安乐公主的情况。安乐公主的蛇毒已经清除干净，没了性命之忧。我让人直接把越王禁锢住动作，居高临下地看着他。越王可知这个宫女今日犯了什么错？她私藏毒蛇，咬伤了安乐公主。越王，你难道是想弑君？越王脸上表情空白了一瞬，而云音似乎还没意识到不对，他只是倔强地看着我，完全没意识到自己犯了多大的错误。姑姑，你已经惩罚了我，为何还要拿这个来威胁越王殿下？若是安乐公主有什么意外，大不了我一命偿一命便是，不用连累其他人。弹幕都被云音的话感动到了。云音宝宝好善良，和恶毒女配们完全不一样。女主宝宝就是太心软，她就应该直接让越王杀了这个恶毒女配的。我几乎要气笑，差点就骂出了声。我不知未央宫什么时候出了这样一个蠢出事的王八。你以为你是谁？还想与安乐公主比？人生来就是不平等的，尤其是在等级森严的皇宫。若是安乐公主出了事，别说是云音，就连云音的九族和整个未央宫的宫女加在一块都得死。越王殿下，你可听清楚了？越王此刻脸色已经惨白，而他身旁的胞弟楚王倒是冷静，只是他那双如同野狼的绿眸盯着我。我皱了皱眉，有些不喜，楚王的眼睛实在是太有攻击性了。毒女配能不能别看咱们男主的眼睛了？他难道不知道男主最讨厌的就是别人看他眼睛吗？没关系，多看几眼吧，等咱们男主即位了，第一个就是挖掉女配的眼睛。这几条弹幕迅速吸引了我的注意力。我是真的没想到，我猜了半天，我都没猜对。原来越王不是未来的皇帝，楚王才是。楚王与越王是同父异母的兄弟，不过越王母亲是狐女。
越王身上有1/2的外邦血统，他的那双绿色眼眸就是血脉的见证。我瞬间理解了他往后会成为暴君的缘由。一个血统不正的杂种，还想当中原的帝王，真是痴心妄想。恐怕他上位后，全天下就没几个人愿意臣服于他吧。殿内气氛有些凝滞，越王跪在地上瑟瑟发抖，而楚王一直死死盯着我，就和弹幕说的一样，和个小狼崽一样，记仇。我淡淡道：楚王殿下，你若是没学好中原规矩的话，还是先回府学了规矩再进宫吧。楚王最讨厌的就是被人提起他的出身，他立马加重了呼吸。你看看，你看看。我有些苦恼道：楚王殿下，你又急了。越王脸色也不是很好，作为楚王的长兄，楚王被羞辱，也代表着他被羞辱，他们是一体的。可奈何，今天他们不仅得主动服软，还得求我别追究毒蛇的事情。容姑姑，今日之事是我与二弟冲动了，还请姑姑原谅，并为我们在殿下面前多多美言几句。我当然没想过，就捏着这么一个把柄，就置他们于死地。我拍拍手，让人将那条毒蛇制成的蛇羹端了上来。据说越毒的蛇越鲜美，我是没这个口福了。这碗蛇羹就由楚王殿下代劳，如何？弹幕炸开了，纷纷骂我是毒妇。像恶毒女配这么恶毒的女人，白送给我，我都不要。明明就是个甜宠文，为什么恶毒女配存在感要这么高啊？非常不爽他压男主一头啊！蛇羹被盛在白瓷碗中，还飘着白雾。楚王努力往下吞咽，眼中满是屈辱和记恨。我勾唇淡笑，他这样不会让我有危机感，只会让我觉得他真无能。眼见楚王全都喝完后，我心情很好的让他们滚了。至于那个想要让他们带走自己的云音，则被无情地丢在了未央宫中。毕竟现在他们都自身难保了，怎么还有可能有心情逗弄云音这个玩具？我瞥了眼地上气息微弱的云音，让人将他丢去了水牢关着。至于那个断了一只手的温太医，生命力很顽强的，还没有死。我懒得再罚一次，干脆等安乐公主醒了再处理。好在毒素及时清除，安乐公主在晚上就清醒了过来。我将今天发生的事情都告诉了她，她轻笑道：没想到啊，我错过了一场大戏，姑姑你对今天发生的事情怎么看呢？殿内烛火被透过窗户缝隙的风吹得摇晃，我并不觉得楚王和越王是真的为了讨要云音而来。虽然弹幕上说这是甜宠文，这些男主们会为了云音要死要活，可在我看来，这是那些人打着爱云音的旗号，做有利于自己的事情。他们是来看殿下有没有真的死的。被当面说死的安乐公主没有生气，只是好脾气地笑了笑。她那双羊瞳充满包容，但仔细看过去，眼底满是淡漠。我将怀中的一个卷轴掏了出来给她看。我查过了，温太医进宫前曾去过楚王府。我从来不忌讳用最大的恶意揣测，温太医很可能就是楚王的人，不然单单为了一个女人向当今的公主、未来的女皇下毒，这个理由也太好笑了些。而且从弹幕中透露出的信息来看，这位温太医在楚王上位后的地位可不低，所以唯一可能的解释就是温太医从始至终都是楚王的人，他接近云音也是受了楚王的指使，里应外合一起杀了安乐公主，这才是他们真正的理由。不然就说不通为何越王和楚王会来的这样巧。那个温太医还是有几分实学的，就这么死了，有些可惜。安乐公主看着卷轴，冷不丁开了口，能够进入太医署的太医都不是些酒囊饭袋。我和他对视一眼，瞬间明白了他的意思。我想起漠北军营似乎正巧缺几个医术好的，不如割了舌头丢到北漠去吧。安乐公主故作为难道：北漠地偏，一路舟车劳顿辛苦得很，温太医怎么会愿意呢？殿下，温太医自觉医术不精，已经以死谢罪了，这怎么会不愿意呢？我们相视一笑。北漠可是安乐公主母家镇守的地方，温太医丢到那里，既可以废物利用，又能把它放在眼皮子底下。在世人眼里已经成了死人的温太医，自然也就只能依仗安乐公主了。对了，
那个宫女，你准备怎么处理？安乐公主想起了那个被我放在水牢中的宫女。我拨弄着卷轴，并没有打算就这么让云音去死。卷轴滚动，几乎要掉落到地上。我猛地按住卷轴，死是最轻松的事情，我不想让她就这么去死，我想让她活着将功折罪。安乐公主很少反驳我的决策，晃动烛火下，她长发微移在榻上，皮肤有些苍白。她笑道：“既然你想让她活着，那她就活着吧。”我问：“难道你不怕我也是想杀了你吗？”她的眸中难得浮现出温情。我相信你。如果说我连你都没办法相信了的话，我恐怕就无人可信了。我对于这种全心全意的信任很满意。下半夜时，我独身一人拿着安乐公主给我的手谕去了水牢。除了手谕，我还端了一杯毒酒、一把匕首，还有白绫。你来干什么？你也是想过来嘲讽我的吗？云音脸色苍白地躺在稻草堆中，她有些倔强。你不用可怜我，我觉得你才是最可怜的。你这辈子都没有人爱过你。我只是可怜地看着他，没想到都到这时候了，他脑子里还只想着这些东西，真的是太可怜了。我没说话，他却是以为我被戳到了痛点。姑姑，你见过男人哭吗？我见过，越王殿下和楚王殿下都为我哭过。他似乎很得意，很痛快。弹幕也是得意洋洋。女主宝宝，你不要和这种老女人说话，这种老女人一看就是没有男人爱的。恶毒女配才不像我们女主宝宝呢，是万人迷，所有男人都会爱上我们的女主，把女主宝宝视为珍宝。我只是笑，看着她，也是看着弹幕。被爱这个词是不是有些好笑了？云音，你还是太天真了，只有自身不够强大时，才会向别人索取爱，这是弱者的表现。被男人当作是珍宝，难道是很值得炫耀的事情吗？是珍宝，而不是一个人。你没有发现吗？你将自己当成了什么？一个男人可以拿出去炫耀的物品，还是一个完完整整的人？云音还沉浸在喜悦中，却被我的话砸中。他的反应有些迟钝，我却毫不留情地把真相撕碎给他看。云音，你不会以为越王楚王真的会救你吧？如果说他们要救云音，那他们当场就会救云音，而不是选择看着我将她押入水牢。说到底，他们只是把云音当成筹码。当他们面临选择时，云音就是可以为了利益抛弃的物品。弹幕情绪有些激动，不要给女主宝宝洗脑啊！你这个老女人，你是在乱说，女主宝宝可是男主的掌中宝，真可怜啊，没人爱，所以才会一直觉得男主们对女主好是别有目的，真缺爱啊！我将毒酒、匕首、白绫还有一份公主写的手谕放到地上。真的爱你，不是将你打造成这副天真柔弱的模样，真的爱你是应该教你打磨爪牙，教你学会生存的本事，凭借着他的地位往上爬，这才是爱你。将你驯服成现在这样，不过就是让你成为他们的玩物而已。我的意思已经很明确了，死或者是成为我手中的刀。我没有看云音最后的选择。水牢透进来的光被栅栏切割成一道一道的。我走出地牢后，狱卒告诉我，云音泼了毒酒，折断了匕首，撕烂了白绫。在我的安排下，云音被送入了暗卫营学习间谍技巧。云音不愧是原书的女主，她学东西向来很快，过目不忘的本事不再用来学风花雪月，而是用来记忆各种秘闻。灵巧的手指不再是绣花弹琴，而是学习偷换资料，破解机关。我和安乐公主都没想过云音竟然会这么好用。很快，她就以另一个身份潜伏到了楚王和越王身边，成了我们的耳目。而楚王和越王对云音态度轻视，完全不觉得一个女人能翻出什么花样。云音常常能给未央宫传来很多消息，最近的一个消息就是越王和楚王他们在私底下偷偷囤积粮草，而且还将这些粮草通过小道送往北漠。他们意图勾结北漠王庭，骚扰北漠驻军。我真的数不清，我都是第几次快要被气笑了。这些蠢货是没长脑子吗？当初北漠和中原一战，中原死了多少人？这才将北漠给打服，30多年不敢再入侵中原半步。
现在楚王和越王竟然还想勾结北漠，他们大概是疯了。他们可不是蠢货，相反他们明白得很，他们想要什么。安乐公主淡定地呷了一口茶水，他们是想让边界混乱，这样的话他们就能有理由让我成为和亲公主，这样的话我就不可能给他们造成威胁了。公主殿下，楚王和越王真的是在大燕长大的吗？大燕从来没有过和亲的先例，这是开国起便定下的老规矩了。许久不见的弹幕也悄悄出现，感觉男主这次好像有点过分，他现在不就是在卖国吗？而且还想让女配和亲，这种招数有点恶毒。有什么恶毒不恶毒的？男主本来就有1/2北漠的血统啊，这叫大一统好吗？就是只有女配这样才是奇葩好吧？一个女的不想着恋爱，天天想着聘妻司晨，有点恶心。女主也很蠢，被女配三言两语打动了。我只想看甜宠文，女主只要被宠不就好了。我没看弹幕上的争吵，揉了揉眉心。作为被算计的那一方，安乐公主倒是笑嘻嘻的。我倒是也不慌，因为楚王和越王进行的一切都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。有了这个消息，北漠驻军那边也很快截获了粮草，而在上京中的楚王和越王完全不知道这个消息。我收到北漠军的消息时松了一口气，还好一切都在计划之中，只不过总有些意外会发生。中秋宴，安乐公主将我留在宫外的长公主府，她独自进宫赴宴。宴会间，不知为何陛下大怒，还说了那次我在未央宫中逼迫越王楚王下跪的事情，当众怒斥安乐公主不知人伦礼教，不忠不孝不悌，竟然能纵容仆人迫使自己的养弟下跪，而且一出生就害死了自己的母亲，实在不配当长公主。还好那时有丞相在一边帮衬着，不然安乐公主恐怕就要被废为庶人了。即使如此，安乐公主也被赶出了皇宫，被囚禁到了宫外的长公主府中。我得知这个消息时，安乐公主已经被罚跪了1夜。我又是气愤又是恼怒。殿下，我们该早些行动了。如今陛下越来越年迈，做出的决定也是一个比一个昏庸。我怕他早晚有一天会做出让我们无法预料的事情来，就像是收从宗室过继养子这样的事。要不是他前些年收了越王当养子，也不会养大越王的野心，这些事情也不会出现。而且我在后来也调查过，能往未央宫内神不知鬼不觉地藏一条毒蛇，除了有越王楚王的手笔，还有当今陛下的默许。这也是那时我让人去请御医，太医署中只有温太医一人的原因之一。我如今是越发摸不透陛下的想法了。如果说他想要安乐公主死，那为何他后面还要放张院判出来？我闭了闭眼，帝王之心太难揣测。殿下，或许我们该行动起来了。安乐公主慈悲的仰目中满是慈悲，她叹息了一声。是啊，父皇老了啊。长公主府外围满了圈禁的禁军，安乐公主穿上了甲胄，我跟在她身后半步的位置。长公主冒犯了，陛下有令，长公主府不许进也不许出。今日守在公主府外的禁军头领我认识，是左将军的小儿子，平日里和我的关系很不错。他一板一眼地说着皇帝的命令，我也没有过多废话，直接让府兵硬闯。小将军冒犯了，禁军们当然都不是傻子，皇帝的命令是命令，长公主的命令当然也是命令，他们不敢不守皇命。所以当我选择让府兵硬闯时，他们也只是装样子挡了几下，而后全都躺到了地上。今日街道上下着蒙蒙细雨，柳枝头上的新芽绿色尚且不明显，本就天色尚早，还下着细雨，光线就更加不好了。宫门外的禁军试图拦截我们进宫的动作。陛下现下在明光殿早朝，公主殿下，你们不要让我们为难啊。我看了他一眼，又是熟人，右将军家的长子。他看似阻拦，实则说了今日的消息。我一推，他就倒在地上，再也起不来，仿佛晕了过去。守在宫门的禁军被我们以摧枯拉朽之势撂倒。狭长的宫道两旁竖起高高的厚厚的城墙，一踏入其中，仿佛就飞不出去一般。安乐公主大步往前走着，
溅起的泥水将她火红色的裙摆浸湿。我小跑在她身侧，身后是整齐有力的脚步声。公道很长又很短，几乎一盏茶不到，我们就到了明光殿中。所有朝臣的视线都聚焦在我们身上。高台上帝王冷漠的视线藏在冕珠后，他年迈且严厉的声线乍起：孽障，你要造反不成？你竟然敢带兵入宫！安乐公主当然不承认，她眼眸依旧慈悲：陛下，我怎么敢造反？我只是觉得陛下年迈了，该是养老了。我随之单膝跪地，恭敬道：我等恭请陛下退位，禅位给安乐公主。皇帝冷笑，指着我骂道：梅长青，你真是好大的胆子啊！你竟然敢跟着公主造反！我不卑不亢：陛下此话差矣，长青怎敢造反？长青此生唯一的愿望便是安乐公主能够平安顺遂。当初也是这样一个下雨日，皇后难产，她躺在床上奄奄一息，紧紧攥着我的手：长青，保住我的孩子。那时我才8岁，是皇后不被承认的同母异父的幼妹。她苍白的脸藏在披散的长发中，是那样美的惊人，又脆弱的惊人。殿内浓厚的血腥味混杂着惨叫声。皇后生下公主后就气绝了。皇帝刚上完早朝，看着气绝的发妻和那个在乳母怀中幼小的婴孩时，他气急，抱起那个孩子就往地上砸。我扑过去把那个孩子抢了过来，我求他让公主活下来。他眼底满是冷漠，他说我姐姐给我求过一个圣旨，想让我能够成为她真正的亲妹妹，但这道圣旨还没发下去。他说他只给我2个选择，要么我成为皇后名义上的亲妹妹，要么让公主活下来，代价是我要成为宫里的宫女。我选择了让公主活下来。皇帝表现得对皇后姐姐那么的深情，可也并不耽误，他在皇后姐姐死后第3天就纳了好几个美人入后宫。后来安乐公主逐渐长大，她长得越来越像当初的皇后，皇帝这才看见了安乐公主。我不知道他究竟对安乐公主是什么感情，是爱多一些，还是恨多一些，或者又是其他的一些感情多些。朝堂上并没有因为安乐公主的出现而嘈杂，他们都静静地看着我们3个人的对峙。忽然，殿外又传来嘈杂声，是楚王和越王，他们也带着一队兵马，毫发无伤地闯了进来。他们单膝下跪：陛下，我们护驾来迟，还请恕罪。他们打着清君侧的名义闯了进来，线下殿外反贼都已被我们制服了。我听着楚王的声音就有些好笑，轻声说了句蠢货。楚王如狼一般的绿眼睛看向我，眼底满是怨毒：又是你，当日之仇，我必百倍奉还。我淡漠起身，抽出一旁士兵腰间的佩剑，随着一声利剑插入皮肉的声音，剑没入了他的胸膛。而他身边那些士兵完全没有反应，说你蠢，你还不承认，你带的是你的兵吗？你就带。很久未见的弹幕突然出现，突然发现宝藏，女配好帅啊！玄武门对掏心，谁赢谁太子。姬相似互砍，谁输谁叛军。瓦达西瓦，男主你已经是叛军了。布儿，男主你怎么想的？你这眼睛，你还想当皇帝？就这么说吧，就算是拴一条狗上去，都不可能让你俩当皇帝的。别说了，我们还是看重血统的好吧，都长绿眼睛了，一看就不是中原人啊，这都还想夺嫡，洗洗睡吧。越王在一旁还想再说些什么，口中就忽然溢出鲜血来。他有些迟疑地回头，他身后是一直陪着他的解语花云音，他用匕首结束了越王的生命。我冷眼看着地上那2个不知好歹的东西，都断了气，抬头望向已经年迈的皇帝：陛下，你已经老了，是时候该公主殿下上位了。皇帝无奈叹息，终于还是弯下了腰，和一个年迈的普通老人一样，再也直不起腰了。安乐公主面无表情地将查到的贪官名单拿了出来，按照名单一个个都给砍了。毕竟好不容易带兵进宫一次，总得有些血，不是吗？我打开殿门，殿外带着水汽的空气涌入殿中。不知何时，天空的乌云已经散去，阳光透过厚重的云层洒向大地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感谢您的观看，
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